大家好，我是阿用。那各位看到现在地上这些一片这些东西，都知道说我们就要来帮石阿这边做了新的升级了。那今天呢，也是我们石阿这边在今年度做的第一次的改装。那这次的改装呢，各位应该也猜得出来，就是我们要把石阿这边换上新的外衣啦，就是我们要把现在的原厂壳，它换成地上的这些副厂壳。那为什么要换副厂壳的原因，各位大家也猜得出来，因为像前阵子我去力宝玩赛道啊，然后各位应该知道说，其实，在赛道在跑的时候，风险其实是蛮大的。我意思说，就是你可能会有摔车的风险。那原厂的一套壳，其实真的价格上不便宜。那如果你真的不小心在赛道上面摔的话，那维修的成本，光是换壳的话，可能就随随便便就会。一片壳的成本有可能就会超过你一整套副厂壳的那个价格都有可能。那第二个原因呢，是因为现在石阿上面的配色是2022年的原厂配色，它这个配色其实我觉得是还蛮好看的啦。可是呢，其实我最喜欢的配色是2021年的石阿的黑色的配色。我当初看到2021年的石阿的黑色配色的时候，其实我是觉得它真的是超帅，就是我那时候是对石阿第一次的印象，看到那个黑色是我完全就是我的菜。可是2022年的这个配色对我来说稍微颜色多了一点，那所以呢，我就想要借这次的机会，我要把它换上我最喜欢的石阿的配色。那除了副厂壳之外，今天还要做的另外一项改装就是各位看到这个管子，这个是中段的直通管。那所以我们今天呢会把中段这边的触媒这边拿掉，然后换成这一根直通管。他会想要把中段改成直通，那当然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把石阿这边从原厂阉割的马力升级成全马力。那为什么想升级全马力呢？就是我之前也是去跑赛道的时候才发现，石阿这边它在直线的时候，这一台的动力是原厂动力嘛，就是140匹，然后在大直线的时候，我要吹到底的时候要到190以上，其实是难度其实有点高，所以我觉得应该在动力上面是被阉割的关系，所以变成说动力的速度总是觉得有点闷闷的，然后就出不来。那所以我打算就是之后要把石阿这边刷成全马力。那因此呢，上次跟石阿哥他去测他的触媒的那个原因呢，所以我觉得在刷全马力之前，必须要先把它必须先把触媒这边改成中段直通。那这样的话会比较不用担心说之后触媒可能会有问题这样。那虽然说这还不是100%缺点原因啊，但是至少你如果要让车辆这边性能发挥出来的话，改成直通这边是必须要做的。那哥可能也会担心说，触媒中段这边改成直通的话，会不会有噪音超标的问题，或者是太吵？那这边石阿哥这边也有帮我们做了先驱的测试啊，就以他目前的中段这边触媒拿掉，换成直通了之后，然后配上原厂的尾段，它的力宝这边测试的噪音测试值就是在6000转的时候的噪音值是99出头。那所以其实，在力宝的标准是102以下嘛，所以是会过的。199的那个噪音值是用6000转的转速去验，那所以理论上应该4750转，就是一般这台石阿这边在道路验车的标准的话，应该也是会过。好，那总之呢，我现在目前先做这边的升级。那如果发现噪音值在超标的话，我还是会去装阀门，然后去抑制说它的噪音，才不会影响到路上的用路人。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施工吧 ，Let's go。现在是这个塞不下去吗？这塞不下去了，对吧？我要修一下。好。那装副厂壳就会有这种问题啊，就是会有一些孔洞会对不准，或者是大小会有点不合。没关系，我们有轩哥。没有。有轩哥在，一切都透懂了。修很多嘛，还是稍微修一下？一点点。一点点就可以上去。应该是，就是像你讲的那个翻模的时候，并没有弄得很好，然后再就是烤漆可能烤比较厚，
一条比较厚，所以会进不去，先接个定。那通常翻模的话，如果你是孔会比较小一点。对，会。这一块侧壳是要再粘东西的。对啊，因为这个它还插一个魔鬼毡。我倒过来，我还是要再对啊，对啊，再重新粘过去，不如我就剪新的吧。嗯，对。帮你拿。没关系，看看我对一下位置而已。哦。位置不太一样。好像还有一个缓冲海绵也没有，这个对呀，这个缓冲海绵，对啊，所以它也不是像说很多的螺丝配件直接拔就可以，这种都是要重新再拧，对啊，而且没有料。那与其拔你那个上面那块，可能拔下来都坏掉了吧？一定的啊，那拔下来可能都破了啊，对啊，而且也没有胶啊。所以不如我就直接在你新的补充上面就好了。多了一个东西啊？多这个？多了一个这个？你看里面有没有？哎，对耶，因为法规的关系，它这边好像是为了要装那个啊，是吗？我忘记什么东西会放在那个油箱里那边。这个你就能把它修掉就好了。对啊。法规的关系。它这个好像就是多装一个，忘记是什么东西装在这里。有规格有，有规格没有。刚就是这一个多出来的。对啊，这两个角一样，这样的。这也不太对耶。这多大？这今天晚上有收。这也是多的。对啊。毛边而已的。这个会卡住这个地方，那就扣不平。补一点颜色上去。这个超难拆，空间很小，这应该是你今年最难拆的一件事情。你比它更难拆。还有更难的是，哦，看一下触媒，哎，触媒还是好的，终于能够把它装上去了。看这里就干涉到了，觉得它这里有一点，这个应该是有一点弯掉，就是有一点弯里面，要把它往外，看角度往外打就好了，往外凹一点角度就可以了。也许是它在运送的时候就是有压或撞击到，把它给有可能也不一定，对，让它位置跑掉。对啊。Much better， 好多了，这样距离有出来。
注意。嗯哼。那这个是车头下面的内板，然后可以看到，这是原厂壳，它在这里开孔的这里的准度啊，然后这是副厂的，副厂壳这里的毛边、这里的洞、这里可能都要再修孔，然后这里就很多的这个毛边的这个地方。好像原厂壳都不会有这种问题，差蛮多的。就是这个，这藏在内侧的螺丝。可以吧 ？Thank you。脱光光。嘿，大家好，现在终于10R 的副厂壳安装完毕了。那其实呢，今天已经不跟上次你们前面看到影像已经是不同天了，因为上次拍的时候，最后拍到那个差不多6点左右，那时候才下午6点的时候，从早上10点拍到下午6点，那时候已经拍到说就是要吃晚餐了，那就我老婆已经打电话来骂人了，所以呢，我到现在我还没有看过10R长什么样子。那各位一定很期待吧？我现在也超级期待的，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哦，看到了，看到了 ！Oh my god! Oh my god! 哇，我靠，真的超级帅的！各位，我现在终于看到我的新的10R装上副厂壳的全貌了。各位，你真的不会相信，我现在看到的景象真的是超级正点的。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讲，它真的完全就是我想要的样子啊！那可能各位已经看到我上一部影片，然后已经有看过它的全貌了。不过今天呢，是我真正第一次看到它的样子。那我们进来看看它的样子长什么样吧。哇塞！看看这个外观，看看这个外观，真的是超帅的吧！我跟你讲，这个就是我当初看到新的10R的时候，我最喜欢的配色。当这个车头啊，它变成是这样子黑色的配色的时候，这个整车头就看起来很有像是蝙蝠车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杀，但是完全就是我要的样子啊！而且它的黑色呢，其实它不是完全整个壳全部都是全黑的，而是说它有一些消光黑跟亮黑的一些搭配的一些互相的材质的配色的一个不同。然后所以你看它这样子一个搭配的一个亮光跟消光的感觉，它会让它的整个车体的外观所呈现的质感是完全不一样。哇，这整个就有一个暗黑骑士的感觉，这根本就是我梦想中的黑色的一个车子啊，真是非常的帅。我要讲一下就是装副厂壳的感觉，就是装副厂壳虽然在安装上面确实它跟原厂壳有一段差距，可是呢，它的品质呢真的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那虽然说过程中它需要修一些孔会或者是一些拼角，但是呢，它最后修的幅度其实比我想象中也是少很多啊。
而且它整个组装起来的密合度，哇，我觉得也是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好很多。然后呢，虽然说它烤漆本身的质感，然后用料当然是比不上原厂的黑色，因为其实真正2021年的这个黑色，它原厂这边它用的黑色其实是里面是有带一点点的那种亮粉，然后当然副厂壳是没有办法用到这么高级的漆料，但是呢，我觉得这已经是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太多太多了。哎，轩哥来了，我们来访问一下轩哥对这次安装这一台，你觉得它的安装的副厂壳啊，是你之前安装过副厂壳，你觉得品质 O 不 OK？ 问题的话是没有，只是说它的组装的一些品质跟它壳设计的一些形状啊、角度是都还对得到，就是比较不容易对得到这样。这是原厂的壳本身就不好装嘛，对不对？对，所以这并不是壳本身的精度或者是密合度的问题嘛。密合度是还 OK， 密合度是还 OK 的这样子。对 OK 啊，车头这边因为我后来没有看到，车头这边装也是 OK 嘛，就是需要修很多吗？这个不用，车头是不用修了，不用修很多。哦，所以它等于整个几乎只修了这一片，就是这里而已。有一些可能小细节，可能他在出厂的时候没有去注意到。啊，那毕竟可能不是每一组壳都会有一模一样的状况。OK。对，所以可能下一组，可能一样的厂商，可能下一个客人订，可能会合的地方可能又不太一样。OK。啊，对了，那我们来发动听一下那个直通管的声音。哎呀，等一下哦，等一下。然后。我觉得还算蛮不错的哈，就是不会说太大声，不会太大声，对，所以声音还算蛮低沉的，对啊，就还不错啦，就是不会说那种破的感觉。因为毕竟它主要的管，它是只有把中间那一节便当盒拿掉而已，其他都还保留原厂。OK， 所以声音的话会变得比较稍微比原厂的还要再薄一点。对，但是又不至于太吵。对，我觉得还不错啊，应该它的尾段比较大只啊，所以可能在抑制那个声音的部分也是有一定的效果，还是有多多少少会有影响的。对啊，因为毕竟它不是全部都靠便当盒在做消音，尾段还是有一点消音的作用。是。对啊，相信这个提升起来效果应该是蛮不错的。对啊，对。好，那以上呢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我的副厂壳。那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不要忘记按赞、订阅、加分享，给我起瑞，好不好？那就下次见，拜拜。